最近娱乐圈最大的新闻，就是歌手，同时也是我的好兄弟六，因为意外失足，摔成了植物人。一名曾经风靡乐坛、前途无量的偶像哦，就因为一连串的绯闻而坠落了神坛，真的是让人家惋惜。做了《行行再见鬼》这个栏目已经有大半年了，我发现无论从事什么行业，都应该要抱有敬畏心，这样呢，人们才会三思而后行，不会走上岔路。正所谓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许许多多的灵异事件，很多时候都是心魔导致的。今天我就要开放热线，让你认真的讨论一下对于工作要有的敬畏心与责任感的话题。Hello， 你好，周公你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从事什么职业呢？我是 Erin， 我是一名社工。我们好像是第一次接到社工的电话，这个职业非常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。毕竟大部分人的印象中呢，社工是很有爱心，也很有责任感的。我只能说，这是大家对社工的刻板印象。很惭愧的，我不是大家眼中那种充满热血、激情的社工。相反的，我觉得我自己已经进入倦怠期，甚至有一些麻木。到底是什么把你的热忱给磨光了呢？大学毕业时，我是真的很热血的，我甚至以为我可以热血一辈子。直到正式进入社会之后，才发现再多的热血，都会因为世态炎凉而变得冰冷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你的故事又是什么呢？自从我男朋友溺水过世之后，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。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因果报应的话，我不明白，我这一辈子都在帮人，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的不幸？你刚刚说的什么敬畏心、责任感，我两样都没有。相反的，我觉得我自己越做越心虚。你还会觉得心虚，就证明你还有自我反省的能力。很多人只会看到别人的不好，而完全忽略了自己的问题。谢谢你的安慰。社工常常都得面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，比如说独居老人、残疾人士、贫困家庭等等。不知道你有没有通过一些比较特别奇怪的个案呢？我最近就遇到了一个挺离奇的 case。追风讲鬼。青伯，你谁呀？啊，我是这里的社工，这个是我的证件。我们是收到了你的投诉，说想要找人来帮忙解决问题，所以我是来帮你的。青伯，青伯，哎，不是说要帮我吗？我还在，我还在。来了，还要我请啊？随便坐啊！哦，哎，不要坐那张，那青伯，我应该坐哪里呢？随便你了。那我站这就好了。青伯，我来跟你确认一下哈，你想要投诉的事情是？你们不是有记录吗？根据我们的资料，你是想要换房子？嘘，不要让他听到。是谁？那个东西啦，哪个东西？脏东西。啊？哎呀，你怎么那么笨啊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！好兄弟，阿乌、阿飘、安度鬼，这里有鬼？有啊，那你口中的他现在在哪里啊？在那里啦。你是说他坐在那里？是啊，可是我看不到他啊。那因为你没有阴阳眼。那青伯，我要怎样才有阴阳眼？鬼知道啊。总之，你赶快帮我申请。我尽量。青伯。
16岁，12月25号生日，自称能够见到鬼，但是经由心理医生判断。你呀，怎么那么勤劳？你是当社工哎，不是当超人。哎，这个轻薄的 case 你知道吗？这区里谁不认识大名鼎鼎的轻薄啊？哦，所以他很出名吗？你初来乍到，不认识他也不奇怪。他是出了名的人见愁。鬼见愁我倒是听过啦，人见愁什么意思啊？他整天说他有什么阴阳眼，看得到鬼魂。你想想，好好的和他坐在那里喝茶，他突然看着你的背后叫你小心，你会什么反应？他今天就是这样，偏偏不让我坐在他家里唯一一张空的椅子，说什么有脏东西坐在上面。See， 我们都已经帮他换过好几次租屋了，不管搬到哪里，过不了多久他就投诉有鬼，搞得每一个原本和他同住的室友一个接一个的要求搬走。后来大家都觉得他精神有问题，所以只要提到轻薄，大家都避而远之。那他大可以一个人住啊。他说他不喜欢跟鬼魂独处。啊，这个人就是一个奇葩，所以他的事情你不要太认真。OK。轻薄，轻薄，轻薄，是你吗？死老头不在，那你知道他人现在在哪里吗？他在楼下捡纸皮。在楼下哪里？安哥，你还在吗？轻薄，走开，走开！轻薄，哎呀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来，不要弄脏你的手，不会又脏又臭的。没事没事。好，我来，给我。哎，你帮我拿了房子没有？轻薄，你已经换了很多次房子了，如果没有合理的要求，他们是不会再批准让你换房子的。哦，屋子里闹鬼还不够合理啊！有没有这个可能？闹鬼只是你的幻觉呢？你的意思是我是神经病？我不需要你的同情。不是，轻薄，你不是收留了一个朋友吗？你大可以叫他跟你申请一起住，这样你就不用怕闹鬼了啊。我有什么朋友啊？可是我刚刚去你家的时候，是你的朋友告诉我你在这里捡纸皮的啊。我家里根本没有人，那个和你讲话的根本不是人。我已经警告过他了，不要随随便便应文。那个死鬼就是不听。你看，有没有人？会不会是他走了呢？走什么走了？这个死鬼只会赖死不走。轻薄，你刚刚又说家里没有人，但是你又说他死赖着不走，那到底是有人还是没有人呢？没有人，有鬼。你既然说有鬼，那你叫他出来见我啊。不用，他就在这。没有啊。哎呀，不用白费力气了。这些死鬼只是胆小鬼，就算露脸啊，也是躲躲藏藏、鬼鬼祟祟、吓人而已。可是轻薄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你要我怎么相信你？从小到大，都没有人相信我见到鬼，每个都说要帮助我，结果一个个只会把我当成神经病，要我去看医生、吃药。那轻薄，你就应该乖乖的吃药啊，可能你吃了药之后就看不见鬼了呢。吃什么药？我没有病。你们老是要我说实话，我说实话，你们把我当神经病。难道要我撒谎，说没有鬼，你们才把我当成正常的人？轻薄，我是真心想要帮你的。你真的想要帮我，就帮我找一些房子搬出去，否则的话，跟这个死鬼耗下去，我真的会死的。
被告背，真舒服啊！再这样下去啊，本来好好的，都会被他们搞成神经病，总有一天会被逼死为止。哎，轻薄，我看你哦，声如洪钟，中气十足，比我还健壮，哪有那么容易死？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死了，我发誓一定回来吓死你们，让你们尝尝见鬼的滋味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一定等你回来。其实，我非常理解轻薄的心情，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，真的是很痛苦的。我真的应该介绍你俩认识。如果轻薄知道你那么了解他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轻薄，我说过一定会来吓你一跳的。你说过你会吓我，但是是在你死后才来吓我。可是你现在还活生生的，这个是恶作剧啊！吓到你我就满足了。轻薄，这么迟了，你来这里干嘛？我特地来找你啊。特地来找我？你要请我吃宵夜啊？想得美！我想问你，你到底相不相信我能见到鬼？轻薄，我是真的很想相信你的，但是我的理性告诉我，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鬼，就算有，也是像你这种顽皮鬼。你男朋友是不是最近刚刚去世？你怎么知道的啊？他是溺毙的，对吗？轻薄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知道他缺了一只脚掌。轻薄，这种玩笑不要乱开，一点都不好笑。我没有开玩笑，你的男朋友要我告诉你，别再想他了，他要你放下，好好活下去。那他现在到底在哪里？就在你身边啊。他在哪里？他知道你舍不得他，所以他也舍不得你，只能一直待在你身边守着你了。那你叫他出来见我啊！我真的很想他。终于相信我能见鬼了吧？我信，我求你让我见见他。不用再替我找房子了，我不需要了。为什么？轻薄，萨尼。
清伯死了，嗯，所以他真的是回来吓你的。他是想要让我相信他真的能够看到鬼。其实，清伯在现实中无亲无故就已经够可怜了，但是没有想到在生前活了一辈子都没有人相信他可以看见鬼。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终于找到了肯相信他的人，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吧。其实通过清伯，也让我认识到，人和鬼其实分别真的不大。怎么说呢？这个社会当中，其实真的有很多弱势群体是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关怀的，可是偏偏他们却飘飘荡荡地活在不见天日的角落当中，因为没有人会真正的关心他们。明明是属于这个社会的一份子，他们却像孤魂野鬼一般，被大家视而不见，直到魂飞魄散、消失为止。或许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能够将心比心，伸出援手，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，更应该去相信那些需要简单聆听的灵魂。Irene，相信我，你是一个好的社工，我也希望你千万不要放弃，好好继续活下去。你和 Sunny 总有一天会在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再相遇的。谢谢你。周公，大哥，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我觉得我不应该一直躲着你，毕竟大家也认识这么多年了。没事啦，大哥，见鬼这种事情不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吗？啊，对了，我托朋友给你找到一位大师，他说愿意帮你解决见鬼的烦恼。真的？嗯，我问过大师了，他说啊，只要做了法，经过7749天，你就再也见不到那些鬼魂。哇，还要7749天呢？哼，总好过你跟那些来历不明的灵体见面吗？你又看到什么？大哥，为什么老天爷让我看到鬼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想知道，你自己去问他啊。大哥，你等我一下。老板，收钱。大哥，买什么东西？你不要吓我嘞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没事吧？大哥，我不需要找大师了。啊？为什么？难道你要继续这样，动不动就见鬼？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。